拿着御赐金牌出宫，与镇南王府和护国公府调动军队去执行任务。你连自己的女儿都管教不好，又如何管理整个兵部？严崇后彻底说不出话来了，他别开目光，低下了头。宁国公，我记得你有个不听话的儿子，你要不要也辞官去管教你儿子？哼，沈岩，我乃堂堂镇国公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小小书院先生来管我。我这小小书院先生也该是皇上管，宁国公又有什么资格管我？宁国公脸色铁青，无言反驳。南将军，你确定顶嘴就是被教坏了？南将军说的不会顶嘴，无论你说的对错都绝对服从的，那是奴才，不是你亲妹妹。沈岩，我说不过你，医馆一事的根源是你，如果不是你开医馆，就不会有昨日的命案。错，医馆一事的根源不是我，是赌坊。沈岩声音落下，整个乾坤殿鸦雀无声。玄德帝看向沈岩，他以女子之躯立于朝堂，舌战群儒。玄德帝龙颜大悦，这才是他想要的臣。好，好，好，沈先生，你认为这害人不浅的毒坊该如何处置？臣认为直接查抄。好，就按照沈先生的意思办。臣女遵旨。沈先生，你拿着御赐金牌出宫，与镇南王府和护国公府调动军队去执行任务，越快越好，怕他们措手不及。是，皇上。皇上，臣突然头痛不已，还请皇上准许臣告退。皇上，臣心慌胸闷，实在难受，恳请皇上准许臣告退。沈先生来了，快请。皇上，臣心慌胸闷，实在难受，恳请皇上准许臣告退。玄德帝默默地看着众朝臣，他倒是要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想趁机出去通风报信。来人，玄太医，身体不适就应该看大夫，回去休息是没用的。还请众爱卿稍安勿躁，陪朕一起等等沈先生。今日他们是来整治沈岩的，没想到他们反而被沈岩整治了。阿言，你怎么来了？谢怀景一脸疲惫，可看见沈岩的瞬间，依旧是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皇上有命令，你才执行任务回来。他已经出去了数天，对京城这几日发生的事一无所知。可你还得继续辛苦。有事儿？你先接令，具体的事我一会儿和你细说。谢怀景听令。臣在。命你调出2000精兵，配合沈岩查抄赌坊。是，臣遵旨。今天我们要查抄京城所有的赌坊，一会儿我还要去护国公府，你先调兵，我们在最大的赌坊会合。好，你要小心。半个时辰以后，沈岩、谢怀景、燕青3人并肩站在四方聚财赌坊大门口，将所有出口围住，不许放走里面任何一个人，所有赌资全部没收。行动！沈岩和谢怀景直接冲到最里面，燕青守着大门口。4个时辰以后，他们将京城所有的赌坊都查抄完毕。皇上，沈先生来了，快请。沈岩、谢怀景、燕青向玄德帝行礼。见过皇上。你们辛苦了，查抄情况如何？皇上看看就知道了，请诸位往旁边站一站，腾个地方，把赌资抬进来。随着赌资堆积如山，玄德帝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消失。皇上，所有赌资都在这里。皇城脚下无视王法，简直是猖狂至极。那些大臣大气都不敢出。先生，在赌坊抓到的那些人
现在何处？在衙门，有先前去抄赌坊的士兵守着。世子、燕公子，此事你们2人去办，一个也不能放过。沈岩，跟朕来御书房。沈先生妙计，朕着实佩服。之前玄德帝找到沈岩，说寒冬将至，这过冬的军饷和粮草还没有下落。沈岩当时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查抄赌坊，他正准备造由头的时候，就出了医馆的事。有这些赌资，今年过冬的军饷和粮草就有着落了。朕知道京城有赌坊，只是没有想到他们如此猖狂，这些赌资都快抵得上一个国库的存银了。今天朕只是抄了赌坊，罚了赌徒，却并未罚那些真正躲在背后的大庄家。沈先生，下一步你认为该如何呢？今日赌坊惊变，他们以后会收敛很多，但是以前他们在赌坊做的那些事依旧存在。等将来皇上决定要拔掉哪根毒刺的时候，赌坊之事就能作为他们的突破口。好，沈先生真不愧是朕的智囊，有沈先生在，何愁我大秦不兴啊。皇上，您之前吩咐臣女改造的弓弩和战车图纸已经完毕，您看何时开始打造？沈先生速度如此惊人，等冷玉婷回来，他盯着人做，你负责质量把关如何？是，皇上，感情是双向奔赴的，不能让你一直为我付出。好香啊！见过世子爷，这些都是我家大小姐从宫里回来以后亲手为您做的，还是热的。他说完以后退了出去，把空间留给沈岩和谢怀景单独相处。阿言，辛苦你了，这些本来是应该我为你做的。这世间除了他娘，沈岩是第2个愿意为他洗手做羹汤、点灯等他归的人。感情是双向奔赴的，不能让你一直为我付出。我为你做的和你为我做的比起来，简直不值一提。快吃吧，一会儿冷了。好，这脆萝卜配这粥刚刚好。你说有事和我说，是什么事？你做好心理准备，此事和你有关。此次我是奉命离京，去调查沈丞相。我们已经有了婚约，按理来说我应该避嫌，这件事不应该让我去。可你知道为何是我吗？虽然我和他之间没有父女情，可是我身上流着他的血，这是没法改变的事实。如今的我已经触碰到京城太多人的利益，他做那些事我并没有参与，如果让其他人去查，说不定就会变成我什么都参与了。但你不一样，你不会害我，也不会替他隐瞒事实，你才是最合适的人选。阿言真聪明，既然我的阿言这么聪明，不如继续猜猜，为何此事你事先不知情呢？皇上是担心我知情以后会主动请求调查此事，然后大义灭亲？更多的是皇上担心会伤害到你。他不清楚沈大人对你有多冷漠，但是我知道你想要什么。这件事与其让你去做，不如让我去做。所有的骂名，我来承担。这是你和皇上商量好的对策？是啊，我们都不确定他犯的罪有多大，想等证据收齐以后再告诉你们。二人数日不见的思念都付诸在唇齿缠绕之间。阿言，无论上天入地，刀山火海，我都和你生死相随。谢怀景，有你真好啊。阿言，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？不知。如果一定要用一个数值去丈量的话，那我觉得应该是天与地之间的距离。那你可知天与地之间的距离？不知啊，我不知道我有多爱你，但我知道未来的每一天，我都会一天比一天更爱你的。谢怀景，你好会说情话啊，我都感动了。阿言，我想我们还没有成亲呢。想什么呢？
小傻瓜，我想这样。二人数日不见的思念都付诸在唇齿缠绕之间。二人数日不见的思念都付诸在唇齿缠绕之间。无声却叫人心动，是否你能明白他的心思，他的温柔不休不止。沈建章何在？臣在。朕记得河西盐商一直归你管，为何前5年的运销盐量和上报朝廷的数量不一样？皇上，此事臣也不是很清楚，想必是下面的人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到了此刻还在欺瞒朕。如今沈建章没了太后和长公主的庇护，沈岩又不理他，他在整个朝堂之中举步维艰。朕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他直接抓起面前的折子，狠狠砸向沈建章，厉喝一声：你睁大眼睛好生看看，看看你自己做的好事。目光落在折子上的内容上，他面色惨白，那上面是弹劾他卖私盐，从中获得暴利的事。沈建章，你滥用职权知法犯法，明知食盐是民之根本，由朝廷把控，昧着良心赚取老百姓的血汗钱，你可知罪？皇上饶命，臣冤枉啊！这肯定是有人陷害微臣，请皇上明察，还微臣一个公道。陈富贵，把证据给他看。沈建章趴在地上，用那颤抖的双手拿着证据。皇上饶命，臣知错了，请求皇上看在臣对您忠心耿耿的份上，放臣一条生路。从即日起，革除沈建章丞相一职，打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皇上饶命，臣有话要说。私自买卖食盐一事，不是臣一人所为，罪臣也是听令行事，一切都是太后娘娘吩咐臣所为的。沈建章，死到临头，你还企图陷害太后娘娘？皇上，臣没有撒谎，臣有证据。只要告发太后，他就算立功，就能从轻发落。胡说八道！来人，沈建章诬陷太后，拖下去，杖责20。谢怀景其实已经将证据收集全了，而且他之所以拿沈建章开刀，真正的目标就是太后。皇上，臣有事启奏。说，沈建章罪名已定，私卖私盐重量已达满门抄斩的定量，请皇上按照律法执行，将丞相府满门抄斩。燕崇后说完，跪了下来，请皇上将丞相府满门抄斩，以儆效尤。宁正勋也跪了下来。都说完了。玄德帝早就预料到今日的局势，要扳倒太后，第一个必须先杀沈建章，因为沈建章是负责为太后提供财力的人。如此一来呢，必定会牵连沈岩，而他要做的就是力保沈岩。无论朝臣如何力荐，他都会保护他，不让他受到伤害。严崇后，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做好兵部尚书这个位置，你现在可以请辞，朕立即应允。臣方才一时糊涂，胡言乱语，请皇上恕罪。还有谁不服？认为自己不能胜任目前官职的，都一并站出来请辞。殿内鸦雀无声。不要以为朕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你们想要的是沈岩的命。沈岩之前一直不在京城，沈建章对他一直不闻不问，他对沈建章的罪行一无所知。况且他之前还救了容妃母子的命，于情于理于法，他都不应该受到牵连。皇上，沈大小姐求见。宣，臣女见过皇上。沈先生进宫有何事啊？皇上，臣女要状告沈丞相。沈大小姐，你该不会是告你父亲贩卖私盐，通过用大义灭亲的方式来自保吧？沈建章罪大恶极，
可他毕竟是你父亲，你这样未免太过于绝情了。这个大夫就是得了沈大人的授意，打着给我母亲看病的幌子，害死了我母亲。如果你们的嘴巴没有用处，只能用来议论是非，不如缝上吧，省得乱说话招人厌恶。沈先生，沈建章脉丝炎已经被朕处置了，不过朕知道此事与你无关，你现在要状告他，难不成他还犯下了其他什么事？是的，皇上，他还犯下了杀人大罪。他杀了谁？他杀了我母亲。沈岩声音落下时，正好侍卫将刚刚打完板子的沈建章押了回来。沈建章，朕真是低估你了，没有想到你竟然还杀了你妻子，你可知罪？皇上冤枉啊！皇上，皇上，这张药方是当年给臣女母亲看病的大夫开的，而这个大夫就是得了沈大人的授意，打着给我母亲看病的幌子，害死了我母亲。皇上，当年的大夫臣女已经找到，就在殿外。选证人。玄德帝声音落下，叶迟就带着一个60岁左右的男人进到店里来。郝大夫，你给皇上说，当年沈建章是如何指使你害死我母亲的？沈大人告诉我，想让他夫人尽快死，但又不能让别人怀疑。沈大人便威胁我，如果我不同意，就要杀了我全家。那我心里害怕，我不得不答应他。为了不让人怀疑，我把治病的药换成了慢性毒药。沈夫人服了后不久，就真的死了。你撒谎！当年沈大人为了收买草民，给了草民大量银票，这些银票，草民一直保存着。玄德帝看过银票以后，勃然大怒：沈建章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皇上冤枉啊！此人定是沈岩找来诬陷我的。皇上，臣女还有证人，是我母亲当年的侍女。选沈建章，你看清楚了，我和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姓沈的，你没有想到我没有死吧？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害了我家小姐，还要杀我灭口！求皇上为我家小小姐做主。沈建章，人证物证齐全，你可知罪啊？皇上，顾氏是我的原配妻子，我们感情深厚，我没有理由杀她。当年你娶了谢云慧，谢云慧不愿意做妾，你只有杀了我母亲，她才能做妻。你为了博她开心，就杀了我母亲。你胡说八道！我和你娘夫妻情深，还生养了你，我怎么可能痛下杀手？言儿，我也反省过了，我以前对你是严苛了一些，冷落了你。我发誓，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对你，做一个好父亲。你现在不过是想利用我，为你自己争取一条生路而已。当年算计我娘，如今算计我。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演着苦情戏，对我没用。你演着苦情戏，对我没用。沈岩此话一出，在场的人一片哗然，沈建章也是故作震惊。什么？这绝不可能！你就是我的亲生女！你当初娶我娘的时候，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众人见沈建章不再反驳，便知道沈岩所说必定属实。来人，准备滴血验亲。许久过去，2滴血依旧没有融合在一起。沈建章，你看清楚了，我和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所以我从小你对我不闻不问，后来几度想要我的命，不是因为你偏心，而是你知道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。沈建章，你谋杀结发夫妻，手段残忍，丧尽天良，现打入天牢，3日以后处决。皇上，臣有一个请求。沈先生请说。请皇上抄了丞相府。他不会要这个杀母仇人的一针一线，他要毁掉丞相府。所有人听令，不要伤及人命，查抄全府，所有财产充公。朕同意，此事就交给沈先生去办。你拿着令牌去调动御林军。是，皇上。傻眼的是刚刚一直想要沈岩死的朝臣，
他们方才如此着急忙慌地向玄德帝请命，请求将丞相府满门抄斩，可殊不知这沈岩和沈建章压根儿毫无血缘关系。所有人听令，不要伤及人命，查抄全府，所有财产充公。是。所有御林军散开，冲往府里的不同地方。沈先生，沈老夫人不肯走，她要见你。我的儿啊，你好惨呀！扫把星生了个祸害，把这家都祸害没了。老夫人既然这么喜欢骂人，那就去大街上骂。叶迟，把他扔出府去。沈岩，你敢？我是你祖母。闭嘴！我并不是沈建章的亲生女儿，这件事在沈建章娶我娘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吧？这件事儿是个秘密，只有沈建章和老夫人知道。我和你毫无血缘关系，你是我哪门子祖母？再不滚，我就以妨碍公务的罪名把你抓起来，扔进天牢，和你儿子作伴。几个时辰就将整个府院抄得一干二净，大门已经被贴上了封条。沈先生，查抄结束，我们可以走了。还差最后一点。他飞身而起，将牌匾从大门上拆下来扔在地上，然后将其砍成了几大块。沈岩，你来做什么？你是来看我的笑话的？你不过是一个依附女神向上爬的窝囊废而已。沈建章，你就是一条寄生虫。那又如何？丞相府的牌匾被我亲自拆下来，砍成了几大块，府里的仆人全部遣散。你既然如此恨我，为何当初明知我娘有身孕，还要娶她？丞相府的牌匾被我亲自拆下来，砍成了几大块，府里的仆人全部遣散。你孝顺的老母亲只有去你弟弟家，那个怀有你儿子的萧姨娘跑了，又或者她怀的一定是你的儿子吗？你说你光宗耀祖，结果是不忠不义，不仁不孝，死后不知被多少人戳脊梁骨。沈家祖宗知道有你这么个不孝子，估计得从棺材里面爬起来扇你几巴掌。如果不是你，现在依旧是风光无限的大秦国丞相。我的女儿沈青青会嫁给最有出息的皇子，将来母仪天下，我就是人人敬重的国丈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早知如此，当初就不该让你娘生下你。你既然如此恨我，为何当初明知我娘有身孕，还要娶她？我偷听了你外祖父外祖母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沈建章将当年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。该说的都说了。我5、6岁的时候，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，失去了记忆，是不是你所为？沈岩给自己把过脉，他体内没有毒，没有伤。不是，你那时候深得皇上喜欢，我还想利用你获得皇上的器重，怎可能对你下手？你可知道我亲生父亲是谁？我试图和他说过话，不知他是失忆了还是故意隐瞒，我什么都没有问出来。不过他那一身气度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。你娘叫他阿元，不知是他姓还是他名。你和他倒是长得挺像，尤其是眼睛、鼻子，还有身上的气度，简直一模一样。你方才说的信里的贵人是谁？镇南王。门外的谢怀景听到沈建章的答案，迅速走了进来。是我爹。你最好别撒谎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知道的都说了。你害了我娘，是时候去地府给她赔罪了。害了我娘，是时候去地府给她赔罪了。沈岩，你……沈建章话未说完，就倒在了地上。我们走吧，我让人备好了热水，你回去沐浴一下。书房准备了饭菜，我陪你吃饭。你何时吩咐的？在来接你以前。谢怀景，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。知道我为何想得如此周到吗？为何？因为你牵挂的是天下，而我牵挂的只是你。我的世界只有你，范围小，考虑的自然全面了。那是不是因为我让你的世界变得小了？当然不是啊，你心系天下，我心系你，
拥有你，我就等于拥有了整个世界。得谢怀景如此，他别无他求。阿言，我好喜欢你啊！谢怀景歪着头，嘴唇一步一步贴近沈岩，最后唇齿相依，两心相悦，整个马车车厢内都弥漫着暖暖的爱意。9月初5，玄德帝要去围场狩猎，明面上冷玉婷负责围场的安全，暗地里沈岩才是真正负责玄德帝安全的那个人，只是这个任务只有玄德帝知道。沈青青不偏不倚，正好撞到沈岩身上，他迅速倒在地上，大声喊：我肚子好痛啊！我的孩子，沈岩，你为何要撞我？三皇子侧妃，抱歉啊，我刚刚没有注意。你有没有事啊？我帮你看看。红衣沈岩俯身给沈青青把脉，幸好孩子没事，我扶你回去休息，给你开点药，你吃了以后就没事了。沈岩，你不会是想要害我的孩子吧？有这么多人看着，我怎么可能害你的孩子呢？那可是皇上的嫡长孙啊！朕相信沈先生，他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。我怎么可能害你的孩子呢？那可是皇上的嫡长孙啊！我谅你也不敢。我孩子若是有个3长2短，我一定要去找你拼命。我的医术你还信不过吗？我说能保住你的孩子，就一定可以。红衣沈岩说完了话，就跟沈青青一起朝着沈青青的帐篷而去。大皇兄，你说沈先生何时这么好说话了？他哪是好说话呀？我看他是畏惧三皇子侧妃腹中的孩子，毕竟那是父皇的嫡长孙。沈岩医术那么高明，他自己也说了，他一定能保住孩子。若是保不住孩子，看他怎么给父皇交代。1个时辰以后，沈青青的帐篷。我的孩子，沈岩，你还我孩子命来！皇上，德妃娘娘来了。她来做甚？说是沈先生害死了3殿下的孩子。胡说八道！害无辜孩子这种事，只有他自己才能做得出来。皇上，你要为臣妾做主。沈岩心狠手辣，连一个未出生的孩子都不放过，这可是您的长孙呀！德妃，不要以为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缺德。朕相信沈先生，他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。等玄德帝和德妃到的时候，周围已经围满了人，都是来看热闹的。孩子如何？皇上，小皇孙没了。怎么没的？堕胎药。什么？皇上，三皇子侧妃腹中的胎儿本就受到惊吓，胎相有些不稳，后来三皇子侧妃又服下了堕胎药，孩子就彻底没了。皇上，1个时辰以前沈岩撞到了我当时就觉得很不舒服，可是沈岩说他医术高超，并承诺可以保住皇孙，我这才同意他给我用药。我才从围场回来，今天都没有见过你，我何时杀了你孩子？我喝了他的药以后，不一会儿肚子就开始疼，等太医来的时候，皇孙已经没了。皇上，我以前是有对不起过沈岩，可那都是过去式了，没想到沈岩会报复到皇孙身上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沈岩害了你的孩子？皇上，药是沈岩给我的，他今天撞到了我，保证替我保住孩子的时候大家都在，都可以作证。皇上，三皇子侧妃所言属实，当时臣女就在旁边。傅义军说。燕昭月还不忘补刀，皇上，臣女也是亲眼所见，臣女看得真真切切，沈岩就是故意撞的三皇子侧妃。父皇，儿臣也看见了。父皇，儿臣当时也在场。玄德帝听到这些人对沈岩的指证，依照沈岩的谋略和手段，他若是真想除掉沈青青腹中的孩子，又怎么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？
还让这么多人都做了人证，这绝对不可能是沈岩做的。沈先生何在？沈岩来了。这里发生了何事？沈岩，你杀了人了，还在那儿装？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沈先生，没有想到你如此恶毒。沈岩，你还我孩儿的命来！你孩子没了，和我有何关系？沈岩，是你杀了我孩子，你说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才从围场回来，今天都没有见过你，我何时杀了你孩子？刚刚他们都作证了，他们都亲眼所见，就是你撞倒的我，也是你承诺保住我孩子。我没想到你心如此狠毒，竟然给我开的是堕胎药。我喝了你的药，我孩子就没了。对，我们都亲眼看见了。颜昭月一脸快意，哼，沈岩，这次你死定了。沈岩，谋害皇孙，罪不可恕。皇上，这件事不是臣做的，臣方才正准备出门，有人朝臣的帐篷射了一支箭，箭上绑着这张纸条，臣拿到纸条迅速出门，直到刚刚才回来。臣怀疑是有人调虎离山，等臣离开以后，再让人假扮臣的样子，在众目睽睽之下陷害臣。沈岩，你不要为自己找借口了，就是你杀了我的孩子。皇上，沈岩害的可是您的长孙，请皇上为他做主。我可以证明，那个人不是我们家大小姐。今天早上因为我家大小姐要去围场巡查，所以我和秀秀约定一起出去玩。后来我和秀秀在去围场西边的路上，碰到了一个特别像我家大小姐的人。那个人和我家大小姐很像，但是我出门的时候，我们家小姐穿的是蓝色的衣裳，头发也是搭起来的。那个人却穿的是红色衣裳，头发是放下来的。我正要跑上去问个究竟，那个人却消失不见了。我也可以作证，秋雨说的是实话，当时我也看见那个人了。秋雨，你是沈岩的奴婢，秀秀，你家大小姐是沈岩的学子，你们肯定都会维护沈岩。沈青青，你我之间仇怨已久，你说那是我给的药，你怎么敢吃？皇上，臣女认为一件衣裳，一个发髻，不能作为沈大小姐脱罪的证据。沈大小姐大可以害了人再去换回来，说不定她就是故意换了衣裳和发髻去害人，然后再以这个为借口说有人假扮她，以此来为自己脱罪。皇上，铁证如山，请皇上严惩沈岩，为皇孙报仇。玄德帝静静地看着沈岩，沈岩也看着玄德帝。沈岩，谋害皇孙，罪不可恕，将其带下去关起来，等围猎结束，带回京城再行发落。在这期间，任何人不得探视，违令者斩。皇上认为幕后之人陷害臣，是想将臣调离您身边，其实目标是您。沈清区，孩子没了，你身为母亲，自己也有责任。这几天就不要外出了，在这里老实待着。是，皇上。沈青青知道自己这是被玄德帝禁足了。今天午时的围猎照常进行，所有人做好准备，不得耽误。沈岩被单独关在一个帐篷里，这个帐篷就在玄德帝的旁边。见过皇上。玄德帝示意他坐下，将方才的纸条和剑还给他。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，对你非常不利。仅凭这纸条和剑，你能证明自己清白吗？可以，但臣需要时间。刚才你只看着朕，不为自己辩解，朕就知道你的意思。你想被关起来，让自己从明处转到暗处，然后暗中调查，变被动为主动。皇上英明。沈岩的心里已是高兴的，得遇如此明君，他愿意倾尽半生所学，辅佐他，帮他实现他梦想，成就千秋霸业。好，朕相信天下没有你破不了的案子。另外，今天的围猎照常进行。皇上认为幕后之人陷害臣，是想将臣调离您身边，其实目标是您。
有这个可能，所以朕也将计就计，看看那躲在背后的人是谁。皇上，这太危险了。这你不用担心，我会让谢怀瑾跟在朕身边，他和冷玉婷在明，你就在暗，朕去做这诱饵，将那恶人引出来。是，皇上。燕公子对沈大小姐的事挺上心啊。冷楼主管到我头上来了。我只是提醒燕公子，沈大小姐已有婚配，燕公子要懂得分寸。冷楼主送簪子的时候，难道不知道沈大小姐已有婚配吗？和沈大小姐同为书院先生，他又是我母亲的救命恩人。自他定亲以后，我从无越轨之举。倒是冷楼主，我提醒你行事注意分寸，你若敢毁他一分清誉，我便灭你10分性命。古鸾是给沈岩传递信息用的，一只古鸾1天飞行的距离，一只信鸽要飞10天。他把对沈岩的情爱都藏在了心底，绝对不会去做任何损毁沈岩名声的事儿。皇上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可以狩猎了。告诉所有人，出发。沈岩，你怎么会来到这儿？你不是被关起来了吗？你竟然敢趁皇上不在的时候逃出来，抗旨不遵是死罪。沈青青，那个假扮我的人是谁？他话音落下，一支箭破空而来，直接飞向沈青青。沈岩迅速闪身，拔剑砍断了飞来的剑。他快速追了出去，到帐篷外面就看见叶池正跟一个戴着斗笠的黑衣人打斗。那个黑衣人正是之前杀沈建威灭口和他在屋顶打斗的人。去盯着沈青青，别让他死了。是。沈岩啊，我真是低估了你，没有想到你会在这里设下埋伏。今天早上往我帐篷里面射箭的也是你。不错，第一次指使沈青青诬陷我作弊，那封信是你写的。正是我。模仿我药方的人也是你，你是在向我挑衅示威。哼，是又如何？沈岩，你没有比我强。你错了，我早就猜到是你，因为假的就是假的，永远替代不了真的。你以为你笔迹像我，在设局证明比我强，你就能取代我了？我告诉你，别做梦了，只要有我在，你永远是个假货。沈岩，我要杀了你！哼，想杀我？凭你！沈岩语气轻蔑，他没有躲闪，而是直接抬起双掌迎了上去。沈岩纹丝不动，神秘人后退了几步。你打不过我，老实交代，你是谁？为何想要取代我？没有想到我什么都没有说，你竟然就知道了我的目的。沈岩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狡诈，和万年以前一样。不是我狡诈，是你太蠢了。哼，沈岩，你以为你真的那么聪明吗？你猜猜，为何沈青青不在其他地方诬陷你，而是选择在围场，让我失去自由，无法暗中保护皇上？你以为我会想不到？有谢怀瑾和冷玉婷在，其他人休想伤皇上分毫。如果不是人呢？沈岩，你说这围场这么大，有个1、2只老虎不足为奇吧？不知道你效忠的皇上还有你的心上人，够不够那老虎塞牙缝啊？按照时辰计算，你现在赶过去，兴许还能捡到心上人的骨头。再晚一步啊，你心上人将会扎着都不剩了。才走2步，他顿感后背剧痛，背后下毒手。沈岩，你真卑鄙！我下的毒无人能解，若他们有个3长2短，你就给他们陪葬。3日之内若不解毒，你将会被万虫啃噬而亡，连灰渣渣都不剩。沈岩说完不再停留，运起轻功，以最快的速度往围场东边而去。围场上为何会出现刺客和老虎？冷玉婷，你给朕一个解释。皇上，在这之前，臣仔细搜查过，没有发现老虎和刺客的踪迹。今日之事，是臣的失职，请皇上责罚。朕要的是真相，请皇上给臣一个机会。
让臣戴罪立功，查清真相。不必了，朕会交给沈先生去办。在真相大白之前，你不许插手任何事，好好去反省反省。因为你的失职，今天害得多少人丢了性命。臣知错，皇上，臣告退。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三皇子侧妃这个亲生母亲是如何亲手杀了自己孩子的。皇上，喂养猎物的人死了，可那些刺客的尸首还在。臣觉得刺客和老虎不像是同一人所为。玄德帝从来不会怀疑沈岩的任何决定。好，就按照你说的办，这件事交由你去做。父皇，儿臣觉得此事交给沈先生不合适。理由，沈岩害了您的皇孙，他明明被您亲自下令关了起来，可他为何会出现在围场上？而且儿臣有理由怀疑那些刺客和他脱不了干系，说不定他就是故意派刺客去行刺父皇，然后再去救父皇，以救驾之功抵消他害父皇皇孙的罪责。你分析的很有道理。父皇，沈先生犯下死罪，儿臣这就将他带走关起来，等回京以后再行处决。凶手抓到了吗？抓到了，皇上。带上来吧。皇上，凶手就是三皇子侧妃本人，是他自己杀了自己的孩子。是你杀了我的孩子！沈岩，你为了给自己脱罪，真是不择手段啊！青青是孩子的母亲，她怎么可能会是杀害孩子的凶手？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三皇子侧妃这个亲生母亲是如何亲手杀了自己孩子的。沈玉，你来说。姐姐，你就承认了吧，就是你亲手杀了你的孩子的。沈玉，我可是你亲姐姐，你为何要帮着一个外人过来欺负你亲姐姐？你有像一个亲姐姐一样疼爱过我吗？我今天早上听说你被沈岩给撞了，还让他给你保胎，我当时就想提醒你，让你不要相信他。正想进去的时候，却听到了不该听到的话，才发现那个沈岩是个假沈岩。今天的一切都是你们设计好的，那个人故意支开沈岩，然后假冒他撞到你，给你保胎，还让这么多人看见。姐姐啊，你好狠的心啊，连你自己的亲生孩子都下得去手，我怎么敢奢望你对我好？沈玉话音落下，众人满脸惊骇。我没有杀自己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我没有。你撒谎！你说沈岩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如此诬陷我？沈玉，是不是沈岩威胁你，让你说的这些话？一开始没有说，是因为我顾念着和她的姐妹之情。为何现在选择说出来？是我觉得做人不能太昧着良心。我要揭穿沈青青的真面目，让大家看清楚她的虚伪恶毒。沈青青，事已至此，你还不认罪？虎毒尚不食子，你简直连畜生都不如。我如今变成这副样子，这不都是拜你所赐吗？曾经，他娘是万人敬仰的长公主，他爹是权倾天下的一国之相，外祖母是德高望重的太后，舅舅是大秦国之主，而她是人人追捧的京城第一才女。如今呢，娘成为罪人，生死不知，他爹是犯人，死于牢中，外祖母则是直接舍弃了他，皇帝舅舅也厌恶他。沈青青，你可知罪啊？我知罪，我知罪啊！我杀了自己的孩子，我没有杀自己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我没有。沈青青衣衫不整，灰头土脸，话语反复，毫无逻辑。看他这样子，大概率是疯了吧。沈青青，毒杀皇孙，心狠手辣，品德败坏，本该以死抵罪，念其已失去心智，便留其一条活命，现贬为庶人，打入天牢。皇孙之死的真相已经水落石出，方才那些诋毁辱骂沈岩的人，现在都心虚地低下头了。玄德帝是肯定要为沈岩撑腰的。你们拿着朝廷的俸禄，
一天正事不做，就知道看热闹，没有实证就开始随意诋毁诬陷一个人的清白，真要你们这样的无能之臣，又有何用啊？请皇上恕罪！整天就知道让朕恕罪，你们从不知悔改，朕越是饶恕你们，你们越是得寸进尺，怎么不说话了？刚刚不是话多得很吗？皇上息怒，眼下最重要的是查出刺客幕后的真凶，真凶一日不除，危险就一直存在。玄德帝看着沈岩，毫不掩饰眼中的欣赏。他顾全大局，知道轻重缓急，对待敌人不心慈手软，但他也绝不是睚眦必报的人。眼下如何查？正好此时谢怀景来了。皇上，刺客的尸首和侍卫的遗体，臣也分列完毕。臣仔细检查了刺客的尸首，发现了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刺客尸身上有图案，只要找到图案的来源，就能够找到幕后主使。什么样的图案？谢怀景看了一眼周围，没有说话。你们都退下，沈先生留下。是皇上。皇上，陈富贵，去外面盯着，任何人不许靠近。是皇上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请皇上恕罪，臣撒了谎。刺客尸身上没有任何的图案，为了引出幕后真凶，臣不得不编出一个谎来。时间紧迫，臣来不及请示皇上，便擅自做主了，请皇上责罚。皇上，这个主意是臣和谢怀景一起决定的，臣愿意和他共同领罚。沈先生，你一直在朕身边，朕怎么不知道呢？皇上，我们当着您的面说的。给朕仔细说说。臣见世子受了伤，担心他的伤势，便当着您的面给他把脉。在把脉的时候，臣趁机在他手心写了几个字。哪几个字？无中生有。就算是违背了皇家规矩，也有朕给你们担着。哪几个字？无中生有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无中生有！如此大智慧，也只有沈先生能想得出来。怀景，就凭这几个字，你就懂沈先生的意思了？是，皇上。臣和阿言心意相通，他所言臣皆明白。朕认为，除了心意相通，更重要的是你足够聪明。一般人听到这4个字，只会觉得莫名其妙，根本不会想到用在刺客身上。朕此生有你们2位相助，何愁大业不成？何愁天下不安呢？皇上，我们二人未经您的允许擅自做主，先斩后奏，请皇上责罚。朕向来是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朕坐在这个位置上，高处不胜寒，身边已经没有几个可以让朕全心全意相信的人了。沈岩、谢怀景，你2人记住，只要你们做的是利国利民，朕绝不会怪罪于你们。就算是违背了皇家规矩，也有朕给你们担着。玄德帝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也算是和沈岩跟谢怀景交心了。愿以无辈之性命，捍卫大秦之疆土，守护天下百姓。好。阁主，果然如你所料，属下走到半路便遇到了一群黑衣人，其他人全死了，这是他们的领头人，属下将他带了回来。女侠饶命，我们只是劫财的。我怕你们有命劫财，没命花。叶迟，动手。是，阁主。还不到一盏茶的功夫，他押着黑衣男子重新进来，说：“是谁指使你去劫杀我的人？”黑衣男子没有抵抗，一口气儿什么都招了。走，去见皇上。老三，这戏你还继续演吗？这就是那咬诱饵的鱼？是，皇上。这鱼儿也太沉不住气了。幕后主使是谁？是三皇子。来人，
带谢成宇。陈公公是带着侍卫去的，谢成宇见到侍卫，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儿臣见过父皇，父皇深夜唤儿臣前来，不知是不是刺客背后的主使？有了线索。他看着眼前这个他曾经寄予厚望的儿子，心里凉到了极致。老三真聪明，朕找你来就是为了此事。父皇，那主使是谁啊？儿臣立刻带人前去将其捉来。若是抓到这幕后主使，你认为该如何处置？谋杀君王，就地正法，诛九族，难道一点情义都不留吗？当然不能留，当然不能留。父皇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，坚决不能留后患。很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谢成宇明知杀君弑父会付出这样惨痛的代价，可他依然是要这么做。这样的儿子不值得自己手下留情。你不是想知道幕后主使是谁？朕让你见一个人，见到此人，你就知道答案了。把人带进来。随着他声音落下，沈岩和谢怀景押着方才的黑衣男子进来。老三，这戏你还继续演吗？他都不敢抬头看玄德帝，瞬息之间他便汗流浃背。谢成宇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声音颤抖。父皇，儿臣不明白您在说什么。朕既然让你见这个人，定然是证据确凿。谢成宇现贬为庶人，即刻押回京城。既然让你见这个人，定然是证据确凿。你若是大胆承认，朕念及父子之情，兴许还能宽恕你。谢成宇，你在跟朕演戏！父皇，儿臣没有。沈先生，你来告诉他，他做的那些好事，让他心服口服。是皇上。三皇子，你派人在围场刺杀皇上，然后再去救皇上，自导自演一场谋杀，想以救驾之功重新获得皇上的信任和器重。你没有想到围场上会突然出现2只老虎，打乱你的计划。事后我们为了追查凶手，编造出所谓的刺客身上有图案，然后由皇上把这消息散出去。你得到消息，立即派人去劫杀我的人。殊不知，我们正等着你自投罗网。他这些年，成也沈岩，败也沈岩。沈岩，我真是小看你了，没想到我会栽倒在你手里。心术不正，天网恢恢。你不栽到我手中，也会栽到其他人手中，你跑不掉的。父皇，儿臣一时糊涂，儿臣只是想重新获得父皇的宠爱，没有想真正的杀害父皇。儿臣知错，求父皇饶命啊！朕给过你机会，你说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朕如你所愿，谢成宇杀君弑父，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，现贬为庶人，即刻押回京城。他早上还在做着君王梦，可怎知半夜就要变成刀下鬼了呢？皇上不要！皇上，玉儿再有不是，那也是您的亲生儿子，虎毒不食子，你怎可能要他的命呢？德妃，你还有脸来问朕？谢成宇杀君弑父一事，你是知情的。朕说要派人将刺客身上的图案送回京城的消息，也是你透露给他的。依朕看，你们早就谋算好了，恨不得早点杀了朕，取而代之。不，皇上，玉儿从来没想过要害你，这一切都是臣妾的主意，臣妾是主谋。请皇上看在臣妾用心伺候您多年，看在我家兄长对您忠心耿耿的份上，放了玉儿一条生路。若玄德帝在计划当中丧命，谢成宇的舅舅马上挥师回京，扶持他登基为帝。若计划成功，玄德帝还活着，
那谢成宇就依靠救驾之功，再加上他舅舅的兵权，他也定能扶摇直上。穆飞燕，你没有资格跟朕提任何要求，朕给过他机会，是他自己说弑君是死罪，诛九族不能给对方留一丝余地。朕留他一条命，难道让他卷土重来，再杀朕一次？穆飞燕与谢成宇勾结，谋杀朕，心狠手辣，现废去妃位，贬为庶人，打入冷宫，永不召见。如果不是我穆家军，当年您的皇帝之位会得来的如此容易吗？如今狡兔死，走狗烹。皇上，过河拆桥这一招您用的炉火纯青，您就不怕千年以后史书上留一笔你是个忘恩负义的昏君吗？放肆！穆氏，你错怪了皇上，你一直被蒙在鼓里。当年你们穆家一直支持的是宣王，条件是宣王为帝，你为后。后来宣王在争夺帝位之中落败，你们穆家又把目标放到还未登基为帝的皇上身上。彼时皇上虽然还未登基称帝，但是他是民心所向，最受百姓拥戴，也是支持者最多的人。穆家举兵投靠皇上，为表诚意，还将你送入宫中。所以不是皇上依靠你们穆家，而是你们穆家为了保命依靠皇上。你休要侮辱我穆家！你说的这些有什么证据？我就是证据。当年镇南王府就是支持皇上的人，商量是否接纳穆家一事，我爹就在场。我也是证据。他向玄德帝行了一礼。当年国公府也是皇上的支持者，商议穆家一事，我爹娘皆在场。此事我也知情。孙丞相也迈步进来。皇上是仁德之君，心胸若天似海，若不是皇上，穆家早已荡然无存。穆氏，是你穆家不知感恩，一步一步拥兵自重，你方才的言行是自取其辱。他以为自己娘家扶持了玄德帝，所以在后妃之中他总是有莫名的优越感，在玄德帝面前他也总是有恃无恐。可殊不知他娘家才是那个被施舍的可怜人。笑话，真的是个笑话！他猛地起身，疯跑过去，拔出侍卫的刀。母妃，是儿臣不好，是儿臣害了你，都是儿臣的错。他听了刚才谢怀景他们的证词，穆家今后不可能再得到玄德帝的信任了。既然都是死，那不如一起死。他拔出德妃腹上的刀，冲向玄德帝，然而他才跑2步，便觉得后背前胸一痛。想到我会死在你手里，早知今日，10年前我就应该杀了你。可惜你永远没有机会了。我说过，总有一日，我会亲手杀了你。谢成宇，你作为子，杀父是大不孝；作为臣，弑君是大不忠。不忠不孝，罪大恶极。玄德帝走到谢成宇面前。孽子，你但凡有一点良心，顾及一点亲情，朕也不可能要你的命。是你作茧自缚，是你作茧自缚。在谢成宇方才举刀刺向他的时候，他便彻底寒了心。他是仁德的君王，也是慈善的父亲。明知谢成宇是策划围场刺杀的幕后主使，他还是让沈岩和谢怀景先暂时避开。他想给谢成宇一次机会，他想看看他心里是否还有父子之情。谢成宇并没有，他这才决定将谢成宇带回京城处决。这是给谢成宇的第2次机会。从围场回到京城需要2天，有时候2天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。但是谢成宇再一次向他举起屠刀，他绝对不可能给谢成宇第3次机会。沈岩，杀！是。沈岩话音落下，提剑一挥。任何人胆敢效仿谢成宇，以下犯上，
杀君夺位，这就是他的下场。吾皇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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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都散了，天亮启程回京。